Hello，大家好，我是梦雅。那么在上一集的视频中，我们聊到了最近好莱坞的 No CGI 风潮，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那么这集视频我们主要来聊聊什么是生物特效。我其实经常被亲朋好友问到我参与电影制作时，到底是做些什么工作？我的职位是生物特效师，是在影片拍摄完成之后的后期特效流程中，负责其中的毛发、布料、肌肉、皮肤等等的动态模拟，统称为 Dynamic Simulation。那什么是动态模拟呢？比如我有一个移动的面片，加上一位生物特效师，我就得到一块移动的布料，这就是布料模拟。再比如我有一个毛发造型，加上一位生物特效师， Wingardium Leviosa， 我就得到漂浮起来的头发，这就是毛发模拟。我在上集提到过，电影中有一些隐藏的特效，那么生物特效师为这些隐藏特效的贡献呢，往往是处理 Digidouble 数字替身所需要的一系列动态模拟。什么是数字替身呢？它是真人在数字世界里的直接再现，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创建，比如完全在3维软件里构建，或者是通过摄影扫描捕获以后，再以3维软件辅助修改。运用数字替身在一定情况下能够使电影创作者节省特技替身的费用，替代演员完成一些极端的镜头，或者产出一些演员从未实际表演过的动画序列，甚至复制出已去世的演员，比如《速度与激情7》的保罗沃克，还有《流浪地球2》中的吴孟达。因为数字替身的重点在于替身，所以其动态模拟大都必须符合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动态。生物特效师们会基于大量的参考视频模拟出以假乱真的衣服和头发动态，并根据镜头的需求呢，数字替身也可以用于替代部分实拍内容。我在海王2的项目制作中呢，就收集了非常多的水下参考视频，用来辅助构思头发动态模拟的基础参数，将不同的角色的头发调试到符合其水下运动的动态，并且在这基础之上呢，增加一些导演所需求的艺术性，比如阿夸曼的头发要往上飘，显得更酷等等。真的非常感谢有人鱼这个职业给我提供了很多水下动态的素材。Nice。总而言之，一个成功在电影中隐身的数字替身呢，还需要建模、绑定、贴图等等多个领域的优秀艺术家共同协作而完成，生物特效只是其冰山一角。除了数字替身，电影里还有一些非常显而易见的生物特效，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受众多影迷喜爱的怪兽和 CG 动物们。比如哥斯拉大战金刚系列就涉及到了肌肉、皮肤、毛发动态模拟，还有会说人话的狮子王运用了大量毛发模拟在它的鬃毛上，也还有可爱的帕丁顿熊综合了毛发和布料模拟等等。当然，类似的生物特效也可以用于生成角色的一部分，比如我在电视剧《恶魔之地 Lovecraft Country》里参与制作的九尾狐触手，就是在生物特效完成之后渲染合成到了实拍的片段上。除此之外，生物特效师还会参与一些需要运用布料、毛发的道具，比如飘扬的旗帜，甚至是植物的动态模拟等等。当然，以上我所介绍的内容是北美生物特效师的典型工作范畴，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内容我就不多加赘述了。希望这个视频能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职业，也请大家多多评论和分享这个视频，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影视特效这个幕后行业。谢谢大家的观看，再会。